这3个问题本身可能就已经让小伙伴们产生了焦虑感。我们换个提问方式，你幸福吗？这样的基调就缓和许多。毋庸置疑，每个人都讨厌压力、消极、焦虑，也都渴望得到幸福。但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朋友一直深陷于消极和焦虑的状态，难以自拔。最近一堆事儿烦死了，压力让我喘不过气，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如此云云。很少听到有说自己事事顺心、生活幸福的，不管他们是否富有、地位高低。幸福到底是什么呢？幸福是随机的还是有迹可循的呢？如何摆脱消极和焦虑，变得幸福？相信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你们。直到我看了哈佛大学教授泰勒本沙哈尔的幸福公开课，我发现自己找到了答案。哈佛大学幸福课又叫积极心理学，2002年开设后一度超过经济学，成为哈佛大学排名第1的课程。有 20% 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参加过这门课程， 23% 的学生称这门课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沙哈尔教授也被誉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讲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门只有23节的课程带来的幸福密码。沙哈尔教授通过一个思维模型帮助我们理解常规的疾病模型。我消沉难过，我的消沉该如何治疗？我要怎样才能摆脱消极的情绪？应对方式：你不开心，那就要去找心理医生治疗了。积极心理学的健康模型：我消沉了，是因为我不够快乐，因为我没有追求那些让我健康和快乐的东西。应对方式：你不舒服，那你应该加强锻炼，注意健康和乐观。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疾病模式注意的是针对治疗疾病和负面的情绪，而健康模式注重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免疫系统，心理和身体。这就像医生治病，最高的医术不是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而是建立强大的免疫系统，防止生病。积极心理学采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研究幸福，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以研究人类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幸福健康与和谐发展。培养积极心理看似是一种很抽象的认知转变，但如果知道其原理，我们就可以构建模型，并应用到实际行动中。心理学上有一个认知疗法， A 指与情感有关的事件， B 指认知或想法，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 C 指与事件有关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 A 之所以引起不同的 C， 是因为 B 这个中介因素从中作梗。显然我们要培养积极的反应，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 B。 沙哈尔教授给出的下面9条建议，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认知和思维的幸福法则，治标也治本。1. 心怀感激。沙哈尔教授说，感激是我们必须用心挖掘的一条最重要的渠道。人们总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干不到自己的所得，也就感受不到幸福和满足了。培养积极感激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练习，直到变成习惯，变成你性格的一部分。比如每天写5条值得感激的事，尽量不重复，尽量多元化，这样有助于让你看到更多值得感恩的事。你也可以发送感恩消息，甚至登门拜访，据说这样效果更好。不要只是放在心里，你的仪式感会让你重视这件事，刻意的寻找值得感恩的事。2. 写日记。德州大学詹姆斯教授曾邀请一些参与者展开了一项关于记日记的研究。参与者每天用15分钟的时间在私人日记中写下最难忘的经历。他发现4天之内写日记会让参与者更加焦虑，但5天以后参与者的焦虑水平开始持续下降。也就是写日记可以消除你的焦虑感。日记内容没有什么限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长短好坏都无所谓。它能很好的将一天的事情情景再现，而且帮助我们去理性思考，找到解决办法，对培养习惯有很好的干预效果。3. 制定目标。我们会发现目标明确的人意志力更为坚定，不易被环境影响，尤其是面对压力的时候，目标就是我们的能量和动力。很多研究表明，当我们沉浸于自我和谐的目标时，会更倾向于继续追求其他自我和谐的目标，所以自我和谐的目标就有涓滴效应。在如何制定目标上，沙哈尔教授也给了建议。制定一个长期目标，再将其拆分为中期或短期目标，然后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步计划，就会更容易相信那是可能的，也就更容易真正实现目标。4. 简化生活。每个人的带宽都是有限的，生活中被太多的事物占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重要的事物反而会被忽略。如果我们花了太多时间玩游戏、刷视频，自然就无心工作学习，提升自己。如果花了太多精力与各种人社交，自然就无法专心陪伴父母、家人。把时间过多的耗在没有意义的琐事上，会降低我们从生活中获得快乐的能力。沙哈尔教授建议，根据重要性给日常生活列出先后顺序，尽量只做最重要的事情。5. 接受不完美。完美主义的影响比较极端，正面影响是会让你精益求精、出类拔萃，负面影响则会让你过于恐惧失败，陷入无尽的拖延。而大部分完美主义者更容易受负面影响。长久来看，
不完美主义者允许自己的失误和偏离，他们要比完美主义者更快乐，会享受更加持续的成长，固有动力和自尊心也会高很多。关于如何克服完美主义，沙哈尔教授分享2个建议：一、自我接受，承认自己有短板，不要过分纠结，多欣赏自己的优点；二、享受过程，全情投入，通往成功的路上依然有美好的风景。6. 拥抱情绪。成年人习惯了戴着面具伪装自己，生活给了我们一巴掌，我们为什么不能表达自己的不满和痛苦呢？原本已是负重前行，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再加一份沉重？长期使心情处于紧张压抑状态，不仅会影响身心健康，还会导致免疫系统受到影响，提高疾病的发病几率。世界心理卫生组织指出，超过1半的人会通过自我伤害的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典型的案例就是借酒消愁，其实更好的办法是找朋友聊天，一来可以分摊你的情绪，二来也能得到一些建议和安慰。7. 适当锻炼。每周保持3次身体锻炼，每次只要30分钟，就能大大改善你的身心健康。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身体健康才能有力气感受到真的幸福。人的身体有一点点的不适，哪怕只是一点点的牙痛或感冒，都会让人感到浑身不舒服。即便身体无病，也会因为睡眠不够或者精力不足而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和情绪。而适当的锻炼不但能让人增强体质，减少疾病发生，更让人的精力保持时刻充沛。8. 充足睡眠。良好的睡眠可以显著加强身体的免疫系统，提高精力水平，维持我们的基准体能、认知功能，能保持智力和幸福感。当我们缺乏睡眠时，生产力、创造力和记忆力都会受到损害，焦虑暴躁的导火线也会缩短，也会更加消极。996已成常态的情况下，每天保证8小时的充足睡眠确实有些困难，不过小伙伴们可以放心，每天短暂的小睡被证明也有效果，比如中午睡15分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精力。9. 冥想。连续8周的冥想对照组研究数据发现，对照组的大脑左前额皮质，也就是大脑中决定快乐的区域，明显更加活跃，比例大大提升，也就是不仅使心理更加宁静，而且重塑了大脑的生理构造。每天15到20分钟的冥想就可以改善身心健康。如果你不能保证每天有时间，可以尝试深呼吸，可以是刚睡醒、上课前、下课后，每次遇到红灯都当做一个深呼吸的机会，一天几次深呼吸也会对你产生积极的影响。这9条建议看似稀松平常，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但极易忽略。就像幸福一样，我们总在不断追寻，却没有想到它可能就在身边。试着培养积极心理，一点点改变自己的认知和思维，细流成河，你就会发现，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